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屠宰场勾住的。范公公，要不您先来？不要！慢着，天木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云姑娘，我觉得这两位公公他们并没有说谎，他们应该是被冤枉的。冤枉的？说不说谎，用刑就知道。我们锦衣卫办案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。还等什么？云姑娘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可不可以出去，借不说话？师傅，天木童，我问你，既然你跟太后要求了，我们协助你办案，现在我们来审问太监，你又来多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审讯没错，但方法错了。三目之下，何求不得？你什么意思？说人话！可能是说用刑就会得到答案，可能是刑具是用木头造的，三目是刑具的统称。那我没错。错了，你大错特错了。用错误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答案的。如果受刑人承受不了痛苦，胡说一气，那办案岂不是耽误了？师傅说的对。你行，你来。我自有办法让他们两个人开口，但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云姑娘不要插手。不要插手！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。程大人，是，照我说的去做，这里就先交给我。好。站住！云大人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天目道长，不是，那妖道让我去查昨天晚上出宫的人。去吧。是。嘿嘿，去拿两个凳子来。对，道长，昨晚真是鬼怪作祟。道长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会给你们做主的。他们那些锦衣卫啊，向来做事不动脑子，就是武断，擅长屈打成招。我刚才要进来的晚一点，你们两个可现在都变成肉泥了。再说了，二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公，又不会什么法术，怎么可能搞出弄鬼那样的事情？真是不动脑子想想。哎，干嘛？你说好不打扰我师傅的。行，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道长，你年纪轻轻，真不简单呐！你们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定保你们周全。有劳道长，有劳道长。哎，小道自幼在山上生活清苦，本想此次下山来觅得许多乐趣，却不想这宫中的生活竟与山上无二。咱这宫里啊，的确无聊，规矩又多。道长要想找乐子，去宫外呀。宫外？这宫外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多了去了，干嘛呢你？道长又不是外人。只是小道毕竟是粗鄙之人，身上钱财有限呢。不多，才几百两银子而已。只要道长能保住我二人周全，以后在宫外的一切开销，我们二人全包了。两位公公这么有钱呐？那想必这宫中俸禄不少啊。都是平时省吃俭用留下的。对。道长，昨天晚上是这样的。哎呀，
方才两位公公说的这些也够热情的，小道呢也确实动了心了。只是，二位公公监守自盗这件事情，是瞒不过的。道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不光知道二位监守自盗，我还知道这仕女图眼下身在何处，已经被你们转移到宫外去了，是不是？道长明察，我们真的没有偷盗，道是长。道长，你刚才还说给我们做主来着。唉，我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劝两位公公还是早点坦白吧，别到时让我自己找到仕女图，那可就是证据确凿。两位公公，老实点儿，我还能保证你们不受皮肉之苦。好好想想吧。程大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道长留步，我们这还不成吗？说南书房所丢失的那些小物件，确实是我们盗的。南书房向来是宫中的清水衙门，我和徐公公在这里当差，一直清苦。皇上出征后，这里就没有太多人在意了，再加上宫中案件频发，我们就想能趁机捞点流水。这都怪我财迷心窍，得手1、2次之后沉迷其中，这收不住手了。对不住皇上，对不起太后。停！小偷小摸也就算了，仕女图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也敢偷？我没想过要偷仕女图，所以是真的闹鬼。之后来，他现形了。怎么办？放回去？对，放回去呗。放回去。我有个想法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可是这图事关重大，万一查下来怎么办？这图是怎么捡的？不是偷的。捡的？捡的？捡的？走。图我们二人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还望二位开恩。云大人，开恩呐，开恩呐！开恩？那得看你们的表现。说，图在哪儿？图被我们连夜拿到鬼市上去了。鬼市？那是黑道上有名的小鸡窝，任何来历不明的财宝都在那里洗白。据说是黑道上有名的72寨总镖把子洪三爷所开，我们之前拿的那些财宝都在那里交易。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一定要取缔！黑白两道各有秩序，强行取缔的话，必定会大乱。我们不如让他们为我们所用。那鬼市在哪？这个不知道。每次去都是到东郊一个饭馆找一个伙计，他把我们眼睛蒙上带过去的。那可有什么街头暗号？有，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想喝点什么，你说不喝，他说不喝你别来，你说改日再喝，他说约在何日，你说7月初1即可。把他们2个带下去。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！师傅，你真行，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把他唬出来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方才我假意在跟他们拉扯前篇，其实
是在让他们放松警惕。啊，刚才锦衣卫回来告诉我说，两位公公昨天确实假借圣旨出宫去了。我就断定，这侍女图应该是被他们转移到宫外去了。有此一事一诈，他们就招了。师傅好样的，师傅你太棒了，真的，你就比那些某些人强，就知道用刑，啥也不会。师傅你太棒了，我太崇拜你了。他只是碰巧走运而已。云相荣，你明显羡慕嫉妒恨，你知不知道？眼下看来，我们得到鬼市走一趟了。明天就出发。不行，你得乔装打扮一下。那我回去换套便装。换个女装吧。女装？我们云南人可从来没穿过女装啊。没穿过更好啊，正好让我们看一看。我看你这是故意戏弄我。云姑娘，你这就有所不知了。这鬼市上全都是江湖人士，这江湖人士里，女扮男装的人可就多了。他们一眼就能瞧出来你有什么目的。如果你打扮成柔弱女子的样子，或许更能迷惑别人。师傅说的对呀。云相如换女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南书房里盗图的，和他们交手的人，到底是谁？